一粥一饭皆养生，美丽就在唇齿间。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出素颜肌美颜课堂。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因时而异的食物养颜方法。今天呢，咱们该说秋季的养颜秘籍了。秋天这是一个什么季节呢？大家说收获的季节。其实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大家知道说这个秋冬养阴是养什么呢？其实就是养阳气的收敛和收藏了。所以到了秋天呢，人体的阳气开始由夏天的那种浮张的状态转成了慢慢开始收敛。到了冬天呢，就开始收藏了。那么秋季的养颜主旋律其实就一个字，就是润。为什么润呢？这是因为秋季它的主气是燥。中医呢有六淫之邪所谓六淫之邪呢，它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六个邪气。那么大家知道春天那是风大，夏天呢有暑气特别盛，长夏季节呢，长夏呢大致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三伏天吧。大家知道湿，对不对？湿热。那么到了秋天就是燥邪当令的这个季节了。燥是主旋律。那么这个燥天气燥，我们人也跟着燥。所以呢，这个秋风一起，天一凉，这个干燥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就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呢，皮肤干燥，特别是脸上的皮肤总觉得紧巴巴、皱巴巴的，没有水分。这个皮肤一干燥脸上的小细纹就明显起来了。其实除了皮肤干燥之外呢，还有像口干、舌头干、嗓子也干、大便也干，各种的干燥的症状非常的明显。这其实和季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干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对抗秋天的这个燥邪，就要润燥。秋天呢是肺它当令的季节，而肺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喜润而恶燥。所以秋天的燥最容易就侵犯的是肺脏。那么肺呢，大家知道主皮毛，也就是主我们的肌肤，对吧？所以呢，肺燥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各种的皮肤问题出现。另外呢，肺还主气司呼吸，所以肺燥还容易引起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秋天的燥咳了。我们讲人是一个整体，很多人呢其实这些症状往往是会同时出现的。那么怎么来应对秋燥呢？可能很多朋友一定会说多喝水这是必须的，每天8杯水，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有的时候我们喝再多的水，仍然会觉得口干舌燥，好像这个水没有真正的补进去，喝得我们肚子鼓鼓的，很撑胀了，依然是不起作用。这其实说明补水除了多喝水之外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我们要想真正的把水补到我们的脏腑里面去，补到我们的皮肤上，其实呢真的有很多细节我们是都要讲究的。那么秋天要润燥需要掌握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在饮食上要少吃辛辣。我知道现在无辣不欢的美眉特别多，很多人呢都是觉得不吃辣的东西好像这个饭就没有滋味儿。但是告诉大家秋天真心不是一个吃辣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辛辣大家知道辛味儿它是入肺的。秋天本身呢就是肺当令的季节，就是肺值班，本身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比较的亢盛。那么你再吃更多的辛辣的食品，它又入肺，会导致呢肺的功能更加的亢盛，所以就会出现肺燥的问题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皮肤干燥啦、粗糙啦，甚至瘙痒啦、爆痘啦，还有头皮干燥、头皮屑增多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跟过食辛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这个肺如果功能特别亢盛的话，它还会
欺负我们的肝脏，因为从五行角度来讲的话呢，肺它是克肝的，那么容易导致呢肝气不舒，所以有个词叫悲秋到了秋天人的情绪往往容易不稳定容易觉得压抑郁闷，这也和饮食不当有关系。所以呢，那你像辣椒胡椒洋葱像葱姜蒜等等这一类的辛辣食品呢，大家应该注意了，管住自己的嘴哦。那说了少吃辛辣了，大家可能会问，那我多吃点什么有助于滋润脏腑、润养肌肤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秋季养颜的第2个原则，食养原则，就是呢多吃酸味的食物。大家想想酸味的食物有哪些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梅子，不是望梅止渴吗？酸味的食物呢有非常好的生津润燥的作用。另外呢，酸呢中医认为能收能敛。刚才咱们一开头呢就讲到了，说秋天是收敛的季节，秋收而酸味的食物呢就有助于人体把浮张在外面的阳气收敛进去，所以呢是非常养生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大自然馈赠给我们非常多的酸味的时令的水果供我们享用，其实呢也是一些养生的食材，比如说像苹果、梨、石榴、山楂，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有助于收敛阳气、滋润肌肤的。那么咱们先来说说梨吧。秋季养颜第1果应该说就是梨了吧。大家在秋天是不是经常煲个梨水，蒸个梨，这些呢其实都不错。梨不管是生吃还是熟吃，味道都很好。关键的是呢，它的润养肺脏的功能呢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那我在这儿呢想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吃法。大家有没有吃过秋梨膏？秋梨膏其实是源于古时候，据说呢是皇家御用的药膳。那么直到清朝的时候呢，才由宫廷当中传出来，流传到的民间。那么秋梨膏在秋天食用有非常好的润肺、滋阴、生津、化痰的功效，当然呢润养肌肤的作用也是非常棒的。那么秋梨膏怎么来做呢？其实秋梨膏的配方呢还真不少。秋梨肯定是主料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往往会配合上其他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药物。你比如说像罗汉果像麦冬像川贝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养颜秋梨膏我在其中呢搭配了百合。百合呢，我们在以前的课程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过。百合味甘性寒，也有非常好的清心润肺的功效，可以说呢和秋梨搭在一起应该是黄金搭档了。那么这道著名的养颜秋梨膏怎么来做呢？它的原料主要有雪梨6个，百合100克，生姜20克，大枣80克，蜂蜜80毫升，冰糖100克。我们把梨擦成梨蓉和梨汁，然后呢把姜切成姜丝，把红枣掰开去核，百合呢洗净。首先我们把这些原料呢都放在锅里面小火煮30分钟，之后我们离火，然后呢把渣去掉，只留下梨汁，继续小火熬煮。大约熬煮到呢这个梨浆浓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凉到室温的时候呢，我们加上蜂蜜，就可以放到罐子里面，放到冰箱里冷藏了。秋梨膏当中呢，梨润肺，百合清心，姜呢暖胃，枣养血，蜜呢安神，所以呢这确实是一道非常好的秋季的养颜佳品。朋友们不妨呢有空的时候做上几瓶秋梨膏，馈赠给亲朋好友，不是说送什么也不如送健康吗？不过需要提醒一点的是呢，秋梨膏虽然其中呢我们加了少许的这个生姜丝，但是它的性质还是偏凉的，所以它更适合那些
燥热体质的人呢来服用。那如果呢您的体质啊是偏于虚寒的，比如说呢经常手脚的冰凉，肚子呢冷痛，经常拉肚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您最好就不要多服秋梨膏了。另外呢，秋梨膏当中呢，我们加了不少的糖和蜜，所以啊，血糖高的朋友也不宜服用秋梨膏。好了，咱们上面呢讲到了养颜的2个原则，你还记得吗？一个呢是少食辛辣，第2个呢就是多食酸味儿。下面呢还有第3个原则，就是秋天啊宜食白色。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天适合吃白色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秋天啊是肺主令的季节，而从五色入五脏这个理论来讲，哪个颜色是入肺脏的呢？对了，白色。所以白色的食材啊，你会发现大多具有润肺养肺的功效。你比如说像杏仁啊，像白萝卜呀，像莲藕啊，像山药啊，荸荠呀，我们刚才讲到的秋梨呀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白色的呢？它们都有非常好的润肺养颜的功效。那么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讲莲藕吧。有句话说，荷莲一身薄，秋藕最不仁。所以啊，一年四季，秋天是最适合吃莲藕的季节了。莲藕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植物，因为啊，它生吃和熟用呢，食疗功效还不一样。生用莲藕的话呢，它的性质啊是寒凉的，有非常好的清热、泻火、凉血、消瘀的功效。而如果我们把莲藕做熟了的话呢，它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滋补佳品了。它呢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在秋天啊，经常吃莲藕，不管是生吃还是熟吃，都可以令我们的肌肤啊更加的红润。在秋天呢，我非常喜欢喝一道汤，叫莲藕玉米排骨汤。大家不妨一试，味道呢非常不错，可以说啊是秋季里的平补美颜佳品。不过呀，这还不是我的最爱，其实我更喜欢吃糯米藕。大家有没有吃过糯米藕？其实呢，不仅是我们可以在饭店里品尝到糯米藕，自己在家里做呀也很方便。原料有啊，莲藕1节，再配上糯米呢50克，红枣呢10枚，红糖30克，冰糖10克，还有呢桂花和蜂蜜啊少许。做法是这样的，我们先把莲藕啊洗净去皮，然后呢把莲藕的一头大约切下2到3厘米长的这样的一段，当做盖子。糯米呢我们浸泡半小时，然后啊把浸泡好的糯米塞到这个莲藕的藕孔当中，塞到几乎满的程度呢，把这个我们切下来的这个莲藕的盖子啊把它盖上，然后用牙签呢把它固定住，就可以放到锅里，添适量的水，然后加上呢红糖和大枣。我喜欢呢用高压锅，大家呢也可以用平锅。如果用平锅的话呢，一般要煲2个多小时，煲到呢这个糯米也熟了啊，这个莲藕呢也软糯的程度就好了。那么我们吃的时候呢，可以把糯米啊装盘切片，然后呢在上面啊再浇一点这个桂花蜂蜜，这个味道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刚入秋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啊还是比较燥热的，容易上火。很多朋友的脸上啊这个痘痘啊依然是此起彼伏。那么对于痘痘比较多的朋友，在这个季节有没有什么除痘的良方呢？我想在这儿给大家推荐2个在秋天适合饮用的小方。第一个呢就是莲藕马蹄饮，这个呢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取生莲藕还有呢生马蹄适量，基本上等分就可以了。然后呢洗净去皮，放到榨汁机里面去榨汁，就饮这样的鲜汁。那么生莲藕还有生马蹄，其实也叫荸荠啊，都有非常好的清热凉血、解毒润燥的功效啊，大家可以常饮。还有一个方呢叫桑菊茶，其实就是取桑叶还有菊花各6克，再加适量的冰糖，一起呢煮水代茶饮，也有非常好的清解这个
燥热、消斑、祛痘的功效。秋季皮肤暗黄啊，这也是让很多朋友苦恼的一个问题。其实呢，皮肤暗黄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和工作压力大了、熬夜啊、情绪差呀等等都有影响。那么从中医来讲的话呢，其实皮肤暗黄的朋友你会发现，往往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像神疲呀、乏力呀、食欲不振啊、大便不正常啊。那么像这些表现，还有皮肤过敏啊，其实都是中医辨证呢属于肺脾气虚的表现。所以啊，在秋天除了要养肺润肺之外，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必修的功课，就是要健脾养胃哦。咱们一直在强调说，脾呀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每一个季节，其实我们都要重视脾的调养，因为只有把脾调好了，气血充足了，那么我们的气血才能够上溶于我们的肌肤颜面，那么人呢才有精神，肤色呢才好。那么在秋季啊，大家不要忘了也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材。什么食材健脾养胃又适合在秋天来吃呢？山药。首先给大家推荐山药。山药啊，入肺脾肾三经，所以它既能够养肺，又能够补脾，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我经常呢在秋天啊熬山药粥喝。山药呢可以搭上红枣、枸杞，这是在秋天里啊润肺健脾又养颜的非常好的粥品。那么除了山药粥之外呢，还有你像杏仁粥啊，像白果芡实粥啊，也是适合在秋天养颜的非常好的粥。另外呢，莲子、红枣、银耳羹，大家可能常喝吧，它也是不错的选择哦。今天呢，咱们聊了秋季养颜的话题。我们说啊，秋季养颜呢有3个食疗原则：少食辛辣，多食酸味，宜食白色。那么在秋天里呢，适合养颜的食材啊有很多，比如说像秋梨啊，像苹果呀，像石榴啊，像山药，像银耳，像白果，像杏仁等等，非常多。大家不妨啊，在秋高气爽的清晨，品2勺秋梨膏，吃2片糯米藕，再喝上1碗呢养颜的银耳莲子羹，静静的享受秋天的美好吧。今天的课呢，咱们就到这儿，下节课再见。